非有消息，前不久我们提到过四川航空 B-32MV 号空客 A350-900可能不再接收，现在有了新进展，这架飞机已经于6月17日启程飞回了欧洲，接下来它大概率会在图卢兹工厂更换涂装，然后加盟埃塞俄比亚航空。A350-900 是空客公司现在最先进的远程宽体大型客机，最多可载客480人，最远可以飞行约14000公里。作为空客首款全面与波音787竞争的新一代机型，它采用了复合材料、新一代的数字电传操纵系统、客舱环境控制系统、新款发动机和更加先进的气动外形，因此价值不菲。四川航空现在拥有9架这种客机，除了北上广深等国内高密度航线之外，还广泛应用于温哥华、洛杉矶、马德里和罗马等航线上。但是 A350-900 的运营成本很高，一方面因为它是新型客机，备件基本上都是新品，二是因为它大量采用复合材料，相对娇贵。全球 A350-900 大多应用在利润丰厚的商务航线上，例如达美航空的西雅图台北航线和卡塔尔航空的多哈波士顿航线等。新加坡航空直飞的全球最长航线 SQ2122 现在也是使用 A350-900。B-32MV 号 A350-900 在今年2月份就飞到了天津工厂，在此完成了喷涂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它不像前面10架那样是熊猫彩绘，而是川航的标准涂装。大约在5月底的时候，有人说川航可能不再接收它了，以及另一架 B-32HG。其实 B-32HG 早在2024年6月就抵达了天津，喷涂为熊猫彩绘后一直停放在天津工厂。四川航空疫情前订购了10架 A350-900， 后来增购了1架，总数是11架。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没有接收剩余的2架 A350-900， 但多半与缺钱有关。南航是川航的大股东，曾经汇报说投资川航产生了亏损。川航第7、第8和第9架 A350-900 都曾经在天津工厂停产很久，当时就引起过飞友们的怀疑。如果川航真的是因为没钱接收 A350-900， 那么它将成为中国第3家此类航空公司。此前海南航空曾经订购了10架 A350-900， 因为2018年爆发财务危机，被迫全部退回租赁商。现在这4架客机有2架在西班牙打工，有2架在泰国航空工作。香港航空此前也曾经拥有一批 A350-900， 后来同样因为养不起而放弃了。香港航空的 A350-900 后来大部分流落到了泰国，还有几架加入了斐济航空，他们现在都仍然有机会在香港机场见到。如果不计支线飞机的话，四川航空是全球最大的纯空客机队，相信它与空客有着极其密切的合作关系，放弃这2架 A350-900 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经济损失。只不过经营航空公司最重要的还是要赚钱，如果没有稳定的利润，未来道路可能很难走。所以飞友们一直都希望四川航空赚大钱，这样的话才能赢回更多的 A350-900， 甚至是 A350-1000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